个邻居阿姨来了趟台湾，苗栗县铜锣乡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。那是她这辈子最惊心动魄的旅行。日本危险，日本人可变态了，美国可吓人了。为什么？美国真的台湾人真的很会玩啊！世界的尽头是三亚。I could be red, or I could be yellow, be blue, or I could be purple,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.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. 又要来了，还有爸爸和妈妈。耶！ Hello， 又见面了，我是生活在台湾的大陆女孩。我一直知道台湾人爱旅行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可以爱到如此的高调。一起来参加一场活动吧 ，Let's go！ 我们直接进去吗？免费入场吗？谢谢。是我第一次在台湾参加这个什么旅游展吗？哇，台湾人好爱旅游。这是什么呀，爸爸？那我们这个花莲县对我们的支持哦，赠品。我们家乡没有这样的旅游展。好像对哦，我也没看过。等第5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，是我市引领产业转型、驱动科技赋能、内置向在塑延伸的重要契机。貌似不是我能参加的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获得了一个。好，最后这个机场接送乘车，这个在我们高雄。这个是国外的。这么多人都在做着咨询，是真的要出去旅游？应该是啊。他买1送1是两人同行19000。原本是想过来打酱油的，然后看还没有逛2家呢，就很心动，太火爆了。怎么办呀？妈呀，看得我热血沸腾的。哇，这数字太庞大了。有一些是从新加坡转机，然后有一些是从中国。那我是中国大陆人，那我现在的对，你们会这个还蛮原则上，如果是要进欧洲也要需要签证的话，就是自理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。我要自己去搞，是吗？对，因为你们的签证真的会比较麻烦。对，问到了一个关键的啊，像我这种身份，去欧洲啊啥地方，这漂亮国啥的。哎，台湾知道漂亮国是哪儿吗？应该不知道。要找谁？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反正就是网络上都这么说，漂亮国感觉好像是一个赞美的词。反正我的身份去那种地方办签证是特别难的。然后如果参加台湾的团，我也问了，人家说没办法，就像我这种身份，签证得自理，就是蛮难的。好想哭啊！游轮，这辈子还没坐过游轮呢。30连休，中秋连休。那我需要办签证吗？不用。游轮是不需要办签证。你搭这艘船就不用办签证。游轮真的是很有。可以回家的。主要是游轮嘛，像我这样的身份不受限制。要啊，不用签证也可以下去。可以进去日本。哦。就是。哎呀，太心动了！妈呀，感觉每个人都热血沸腾的，感觉明天就要出发了。然后像很多爷爷奶奶他们都在里面已经制定了，然后还联系小伙伴。哎，我还有个朋友啊，我问他们去不去。真的，台湾人真的很会玩啊！我觉得我们家庭应该开个会议。我觉得要很严肃的。开心吗？开心。当时我和优爸谈恋爱的时候，优爸就说他妈他爸爸会出去旅行。我就说那去哪里旅行？5大洲4大洋都去了，我就很震惊。就那一辈的人游4大洲5大洋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全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在遇到他妈和他爸之前，我觉得我爷爷就是一个特别新潮的老人家，因为我爷爷是游历了全中国。他那不叫游历吧？那叫啥？那叫工作吧。工作了全中国，最远就去北朝鲜。很明显嘛。这和4大洲5大洋比起来，好像也不算什么。在我们台湾，我小时候其实每年固定春天秋天，我们都有旅行的呀。我都跟着我爸妈去旅行的。
都是固定的。你们那边没有吗？你爸妈没有？我记忆当中，小时候会跟爸妈出去过那么2次吧，还是1次，最远的一次旅行。哦，大连，最远，也没出东北3省。哦，嗯，所以真的是哦，我们就是有旅行的习惯哎。我们家没有，但是我朋友圈里面的我们，比如说邻居啊、家人呢，也没有。周末全家人开个车2天1夜的这种吧，应该在台湾来说也不算是旅游吧。算是台湾人的这种旅游的级别，起码就是从北部到了南部吧，对，要么就是出国，对吧？对。但是我们家吧，光说我们家吧，让我大脑飞速旋转一下，整个大家族出过国的就我一人儿，真的。还有一个。2010年的时候来过一次台湾，他也是学音乐的，就当时两岸的这个活动特别密集，他就来这边参加了一场演出，唯一一次，直到现在还跟我聊呢，因为那是他出过最远的一次门。为什么你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他们没有想着要出去玩吗？我有问过我妈，是不是可以出去旅行一下？但我妈一直都会说：“哎呀，等等吧，等有机会了去趟三亚。”世界的尽头是三亚，但是她不会说：“哎，等一等，等有机会了去国外。”她不会有这种想法。我妈和我爸比优爸的爸妈小1辈儿呢。对。他们都没有这样的想法。后来我问我妈，我妈说那钱好不容易攒下来，攒一辈子，那点钱是留着，万一自己生大病的话治病用的。台湾的老人家应该不会有这种逻辑吧？基本上因为有健保嘛，他们是不会花这笔钱去消费的，娱乐消费，因为这笔钱就是留给他们。等到生大，这话说的有点奇怪啊，又不知道能不能等到这场大病，不是？比如说老伴儿生病了，你不救吗？那救你花钱，钱呢？旅游了，你住院你不得先交住院费才得，人家才治疗吗？就是怕自己有一天生病，那这种心态其实有点。咋说呢？你等大病又不希望能等到，所以我还蛮羡慕优爸的爸妈的。你至少这辈子都看了嘛，然后也不怕说有遗憾嘛，虽然说我婆婆到现在4大洲5大洋都走了，她还是觉得苗栗县铜锣乡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，但是那是她自己的一个定义，那她也对比过了呀，对吧？对，总比没对比过强吧。就好像我妈今天还问我，土耳其鸡蛋啥样的，我就骗我妈，我说蛋黄是粉色的。我妈真的呀，给我看看。我妈真相信因为没出去过啊。我妈说那有啥不信的呢？那外国人有黑色皮肤，有白色皮肤，那鸡蛋有粉色的，那指定可能吧。那个年代的人不太流行看旅游节目，你平常获得外国的这个什么资讯，也就是新闻联播，但也就是看2个政治人物，对，是吧？飞机降落、握手、拍照、参加会议。但还是无从知晓外国的蛋是啥颜色。我今年来这边看那个旅游节，那老头老太太可多了，年轻人比较少一点，都是退休的，对，就是要享受生活嘛。因为我跟我妈说，那不然就去泰国，泰国便宜嘛。对呀，妈不行，太危险了啊！为什么？就是新闻上她听到的，会有一些事儿嘛。你比如说这今年、去年，不是有割肾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
能上新闻就表示那一定是少数的事情嘛，天天发生就不上新闻了。但是发生了，他就觉得这地方是危险的啊。那你去日本吧，日本危险，日本人可变态了啊！因为看抗日战争，731部队嘛，人体细菌战的对吧？还有哪儿？美国更不去了，美国可吓人了。为什么？美国那新闻上没播吗？美国那很惨，对不对？就恐怖分子啊。有一年，那美国恐怖分子叫啥来着？叫啥登？宾拉登。什么叫本拉登？本拉登，对，随便就 biu biu。对。反正我跟我妈提了几个地方，我妈都反驳，都有不安全的感觉。很充分的理由，对，还有证据。我们整个社区，就是我们东北人的这种老社区吧，还有点像是那种很古早那种眷村文化。虽然说大家都是住楼房，就邻居之间知根知底儿的。你今天做个啥，好的邻居都会送点这个送点那个这种，所以家家户户啥情况我们都知道。反正我们那一帮熟知的大100号人吧，就最远的就台湾了。邻居有一个邻居阿姨来了趟台湾，一和我接触了，就开始把来台湾这个事儿整出来，一遍又一遍讲，那是他这辈子最惊心动魄的旅行。最惊心动魄，他不是夸吗？怎么惊心动魄了？最震撼人心的旅行。他说以后如果还开放还来，还要还4刀。那是我见过最大世面的邻居阿姨，再就没了，再就是我了。其实我本想低调一点的，但这件事不容得低调，事实就是这样。我一想低调，没办法实力不允许实力不允许。这次来也是实拍给大家了。对，我现在的身份，我很想去遥远的西方看看，神秘的西方文化，但是我去不了，就是签证不好办。我投胎没投好，我应该投北京、上海就比较好办。我投胎投到了宁古塔。没办法呀，更振奋人心的旅行就只能等在几年之后吧。几年之后，等我拥有了新的护照绿本，我就人生开挂，到时候真人生开挂。我这还在前戏呢。对，你们请好吧，那我将是我们整个大家族村里的骄傲。走过最多地方的人呢。现在不就已经是了？现在也是，但是还不如你妈你爸呢。对，你说不好听的是吧？我这个年轻人还不如我公婆呢。那你再可想台湾多少人游历过多少国家的人，太多了。我们认识的台湾朋友都是跑过好多国家的。那生活阅历真的是可丰富了。那优爸还有个朋友跑了100多个国家了，是吧？就是简直就是很神奇，台湾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。希望我妈我爸不能得大病，这么一笔钱留着看病，但又不知道人生会不会有病的。这个话题聊的真的很心累。你们听的是故事，我讲的是我爸妈当事人，那感受是不一样的。对，还是讲点开心的吧。我们去不去？我们考虑一下。我们要去的话，指定就拍影片给大家。我人生还没有坐过游轮呢。在悠悠来了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，点击加入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，可以选择悠游粉、优爱粉或是优福粉。选择好之后呢，点击蓝色加入键，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，填写信用卡的安全码，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，点击右下角结账，完成。这时候出现页面，欢迎你加入悠悠来了。
频道会员，直播室等你哦。我是优妈，我是悠悠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下方留言哦。对。